小的时候看那个哆啦 A 梦，有一集是有一个时光机，它可以找回你所有丢掉的东西。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对，军训的时候，别的人偷摸玩手机，我偷摸。好多学校的军训就跟好玩一样，大家竟然还能化妆，你知道我们那会儿真的是，我觉得，我曾可妮现在也有一个人生格言，就是叫。曾可妮起床，你知道现在几点？天哪，有人在掀我被子。已经下午1点了，那还早啊。3点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吃一下的。走。那个世界都明亮。很刺眼。现在是要做什么？一般吃饭之前都要非常心诚的许愿。虽然我吃饭，但是我不会胖。轻食减脂餐，就是说我也有今天。所以姐妹们，不要相信什么绝对会吃不胖啊这种鬼话，不存在的，好吗？然后呢，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的，我没有让它给我酱汁，因为我要自己给酱。帮我开一下，不是我拧不开好吗？是我早上没睡醒。哎，你也打不开，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呀？打不开吗？笑死！万一我打开了，我就神了。见证奇迹的时候到。嘿。咱就是说我好牛啊！差不多，这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像这样，然后把它给拌一下，真不错，我觉得味道挺好。可能会有一些人说，那你这个样子，这个轻食就又失去意义了。但我想说，人生已经这么艰难了，何必非要互相为难啊？差不多可以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想干嘛干嘛。我真诚的。怎么可能美好的一天只吃这个呢？来上菜，是吧？我们小塔都来了，我怎么能够让他跟我一起吃轻食呢？是不是？我点了一锅牛蛙，然后加了巴沙鱼，然后因为我特别爱吃辣，这个里面我加麻加辣了，然后里面我还点了青笋、豆芽，像这样子的配菜，然后点了2个油碟。哦，我一打开就是香菜，我。漏一桌哦！救命！你就当今天是香菜挑战。但是香菜的香油点里面我还好，我能接受。开吃，真好吃。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轻食减脂餐，就是说我也有今天。但是我反正是这样，我是属于那种吃了多少我就要练多少，就是把它给消耗掉，就是等于说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对自己负责。小的时候看那个哆啦 A 梦，有一集是有一个时光机，它可以找回你所有丢掉的东西。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佩奇啊，现在是要找佩奇。对，但我那个时候小嘛，我就记得我脑子里面一直都在想，我妈妈今天给了我6块钱，然后呢6块钱早上出门买了根油条，剩下的5块5全没了。我到现在为止都还很想找回遗失的那5块5，因为回家被我妈妈狠狠地说了一顿。时间都去哪了？我的佩奇真的找不到。你说那么大一只猪，它能去哪？自己长腿跑，都跟了我4年了，有什么好现在跑的？我不理解，是因为我让你出镜，让你，你觉得疲惫了是吗？你觉得有压力了对吗？你跟我说呀，你不要自己长着腿跑，你腿那么短一点，你跑哪去啊？好想给乔治打个电话。你过得还好吗？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里挣扎？你说会记得，我还记得吗？
小智你在哪里？我好想你，你快点回来好不好？他们都说你的背上都有酱油渍，让我给你洗个澡，你快点回来。小智挂我电话。哦，我的猪！你知道这只猪真的不一样，很多人都说你再去买一只就好了，真的不一样。这只猪是我从我外甥女那抢过来。我真的也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因为武汉那边是很辣的。我小的时候也不吃辣，胡椒给多了都不吃。我后来仔细的想了一下，我是怎么开始吃辣，这个要感谢金武鸭脖。武汉有一条路，它就叫金武路，这一条全是卖鸭脖的。然后我小的时候呢，第一次吃鸭脖被辣到就是那种哭，整个院子里面哭。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这个虽然辣，但好好吃。然后我妈就在笑，我妈就说，那你觉得这个好吃，你要不要就学着吃辣？所以其实我的吃辣之旅就是从金武鸭脖开始的。然后后面就现在变得越来越能吃辣。军训的时候，别的人偷摸玩手机，我偷摸藏老干嘛？在学校里军训？没有，我们被拉到了一个荒山野岭。那是真军训。真军训，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在一些短视频上面，我看好多学校的军训就跟好玩一样，大家竟然还能化妆，你知道？你知道我们那会儿真的是每天脸上都是灰，我觉得。而且我们化妆被教官发现了，教官会把你当众拎出来说为什么要化妆？这里是有你心仪的人吗？你这真的很好笑。我有一次涂了个唇膏，你们懂吗？有一种唇膏叫变色唇膏。然后我买的那个唇膏是我同学的，我说我嘴巴好干，我说我嘴唇都裂了，他说我有唇膏给你涂一下，我刚涂完一转过来就变成了红色，然后教官说你出来，我还在想你为什么要点我啊，我这么素一个人，我说我连脸都没洗，说吧为什么涂口红，我当时整个震惊，就是我哪里涂口红了，这太无语，那些年被教官冤枉的那些岁月。我们还有好玩的，就当时因为舞蹈生会严控体重，然后就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都是我们称体重的日子，这个其实是舞蹈生就是公开的秘密，就是有的时候后面的人把前面那个人的那个衣服这样拎一下，或者是把他的屁股这样兜一下，他的体重可以掉很多，只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可能没有睡醒一拎多了。上一次就是叫我把杆后面的那个女孩，就是她让我给她拎，结果那天我没有就是特别清醒，我一拎哇掉了10几斤，然后我们老师说然后就这样把头，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然后我就这样我就这样拎着他的那个衣服，然后眼睛都没睁开，我就被请出了教室。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上价值的地方。不知道上一次上价值上的你们还满意吗？学到了吗？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跟我说了一下他的遭遇，他心情非常的差，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跟我说是因为他觉得他最要好的朋友从未在他的朋友面前就是提过他这个人，有点绕，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是特别好的朋友，我把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在你的朋友那边提到过我，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仅此而已。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首先是你跟别人的关系，就像你说的，你们就是朋友关系，其实你是没有义务跟那个叫什么，跟标准，就是去要求这个人一定像你对他这样去对你，对吗？是这么个意思吧？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做自己就比较问心无愧就好了，你对这个人足够的好，然后你也知道他知道你对他好，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我就想说，人更多的还是更把关注力就是放在自己身上吧，然后再分一些给到你身边的人，不要把所有的就是关注力都放在了别人的身上，这样子其实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还有就是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是几字啊？有几个字啊？我看一下。我曾可妮现在也有一个人生格言，就是叫管好你自己。五个字，加一个 emoji 玫瑰花，就这个玫瑰花它很关键，就是会显得你又很有礼貌。就是你知道吗？这个玫瑰花非常的关键。你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说管好你自己，别人会觉得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但是你如果送上一朵玫瑰，就是礼貌间又带着疏离感。你们以后遇到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应对的问题，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管好你自己。生活已经压力就是这么大了，困难也很多，你除了管好你自己，你还能管别人，省吧你。再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过于焦虑。
还没来的不用去猜。很好笑吗？看不起我，我可以做 rapper 的。张新建老师，如果你无意间看到了这个片子，对不起。现在想到那个确实是你的前菜。前菜，笑死我！还是会吃它的好吧？它还是下午的时候，下午那个时分会进入我的胃里。下午茶。下午茶，每天一早起一忏悔，晚上睡觉之前再一忏悔，告诉老天，虽然我不认输，但是也请对我的身体好一点。吃完了，筷子丢掉。那么今天的吃播就到这里了。说结束就结束。